道教认为在三界之外可以让人超脱生死，远离轮回，达到长生久世的境界。那么什么是三界呢？三界的真正主宰者到底是谁呢？道教体系里面所说的六大世界又是什么意思呢？三界有三位管理者，道教将天地水神格化为主宰人间祸福的三位神祇，俗称三官大帝。道教《太上三官经》有云：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所以统御天地水三界的神明分别为天官大帝、地官大帝和水官大帝。天地人三界即神祇居住的天界，亡灵所在的冥府地界和人类生活的人界。根据道教典籍《上清灵宝大法》的记载，昊天上帝，诸天之帝，仙真之王，圣尊之主，掌万天升降之权，司群品生成之基，三洞四符，进京之标格，大梵之庙，无为之神威，乃三界万神三洞仙真之上帝君也。玉皇大帝作为众神之主，三界分别有不同的神祇辅佐具体事务。紫微大帝协助玉皇大帝掌管天经地纬、日月星辰，同时也亦使雷电鬼神。南极长生大帝协助玉皇大帝执掌人间的寿命祸福，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协助玉皇大帝执掌直南北二极和天地人三才，并主管人世间的兵籍战争之事。后土皇帝旗的神职是掌管山岳土地变化及诸山神帝旗和三山五岳大帝等大神，并节制节运之事。人界是人类和自然界万物生活的地方，也就是俗称的凡间，也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凡间的实际统治者则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地界指的是鬼怪亡灵所居的幽冥界，统治冥界的神祇为酆都大帝。酆都大帝也叫酆都北阴大帝、九幽拔罪天尊等，他被道教奉为阴间鬼魂之宗。酆都大帝乃是炎帝大庭士，会庆甲天下鬼神之宗，至罗峰山3000年而一体。所以在天地人三界之中，玉皇大帝为三界主宰，而人界的帝王及地界的酆都大帝等分别辅佐玉皇，执掌各自不同的空间之事。而早期的天地水三界则是由三官大帝分别执掌。道教体系的六大世界，法相世界，法相世界是最高维度的世界，神话传说中的盘古就生活在此。盘古开天辟地之前，宇宙是一片混沌，这片混沌就是法相世界。他在混沌中沉睡了几万年，直到有一天他醒来，便用斧子劈开混沌，才产生了另外五大事件。在道教中，盘古是道的化身，他生存的世界是一片初始之地，只有无和有，无是时间和空间，有是维度和次元，两者相互融合，形成混沌。在这里，不论是天神还是妖魔，都会被消除转世。法相世界也是最接近大道的世界。天外世界，天外世界被法相世界所包裹，这里是道教三清祖师生活的世界，位于法相世界之下。俗话说一气化三清，三清道祖便是由道的一气幻化来的。天外世界有无数的空间时间维度，它们混杂在一起，皆为大道所化。传说中北域清净、太清净、上清净都在这里。昊天世界，昊天世界之所以名为昊天，是因为它的统御者是昊天上帝，也是我们口中的玉皇大帝。昊天世界有9重天，36层的空间世界，这里是诸多神仙生活的世界，也是我们认知中的天界。所谓百万天兵天将就生活在这个世界。洞天世界，洞天世界与昊天世界渊源颇深。洞天世界在昊天世界一座山的下面，这个世界是通往天外世界的道路，它的空间是有限的，是玉皇大帝出生的世界。他通过修炼才进入昊天世界，并成为那里的统御者。洞天世界有10大洞天和36小洞天，地仙人仙和各种佛陀生活在这里，他们滋长人间诸多事物。洞天世界算是低级神灵的聚集地。凡尘世界，凡尘世界由盘古的躯体所化，他的口里呼出的气变成风和云，他的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月亮，他的手足和身躯变成大地的4极和5方的名山，他的血液变成江河，他的筋脉变成道路，他的肌肉变成田土。凡尘世界有4大部洲、4河、4海，人妖兽等万物生灵都生活在这个世界。
幽冥世界，幽冥世界又称冥界地府，这里是凡尘世界的生灵去世后所来的地方。这里主要由十殿阎罗管理，根据善恶评判是非，将万物生灵之魂魄引入轮回。幽冥世界共有地下9幽，分别是黄泉路北阴山、幽冥街、丰都、幽都冥府、奈何地狱、深渊魔域，这里是鬼怪生存的地方。所以6大世界分别是法相世界、天外世界、昊天世界、洞天世界、凡尘世界、幽冥世界。我们平常听见过玉皇大帝、佛祖、菩萨之类的，他们都是3界之内的王者。那么其余的3界都是谁来统治的呢？我们首先来说另外3界之中掌管神界的首领伏羲。传说中伏羲是人首蛇身，在和自己的兄妹女娲结婚之后生儿育女。伏羲根据天地万物之中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占卜和八卦，并且还创造了文字，从此结束了原始时期的结绳记事，让中国古代的历史真正被记载下来。伏羲以对抗魔界为名，在神界建制，登为天帝，规定神的地位高于人类，人必须侍奉神，由神族统治大地。虽然神族有永恒的生命，但却不能谈恋爱，神族当中没有爱的存在，日子总会过得厌烦，所以之后才会出现痴男怨女的剧情。3界之中掌管妖界的是伏羲的妻子女娲。在中国的神话传说当中有女娲造人这一说，在女娲用柳条抽打泥水造小人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错误和偏差，让这些造出来的小人没有能够严格意义上的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于是这些女娲手下的非正常泥人就成了妖归女娲所管制。其实在妖界的话也是有强弱之分的，所以他们这些妖界能力有超强者也有低下者，所以在妖界中他们的生活法则和在人间是一样的，以强者为主。因为他们道行和修炼比较低，所以没有笑神或者是仙那样有领悟能力，在人间妖往往是不受到人们欢迎的。那么大家在剧中也是能够看到魔界，魔界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些坏人待在的地方，因为在很多神话剧中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魔界的威力。那么魔界的统治者又是谁呢？魔界最高的统治者叫做蚩尤。那么魔界和神界也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完全处于没有秩序的生存当中，也无畏生死。他们甚至可以超脱正常的神仙和人类的生死轮回的规律，做到永远都不会灭亡，也不会被他人灭了，可以在6界当中任意的穿行，因此也对别的3界造成了一定的危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永远都是神界和魔界在对立，在打仗。而仙界分布在大地名山之间，包括10大洞天、36小洞天、72福地。仙为人修炼而成，是成神的必经之途，寿命长而有尽，肉身有而无涯。在远古众神接连陨落之时，仙界之主是为玉皇大帝，只是神威早已失去，玉帝纵使登上6界至尊之位，统领的范围也由从前的6界缩减到了3界，即现在常说的天地人3界。天就是仙界，地就是冥界，人就是人间。冥界就是人死后去的地方。冥界的大佬是阎罗王，除了魔界之外，其他任何人都得经过冥界。最后一个是人界，一直传说是女娲创造的人类。虽然人没有永恒的生命和无边的法力，但他们有7情6欲，这是让神界和仙界羡慕的。天地6界之中，玉帝掌管天地中的3界，其他的3界分别是由伏羲掌管神界，女娲掌管妖界，蚩尤掌管魔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天地之间也有明显的分工，为了让整个世界运转得更好，他们都高效率地统治好自己的区域。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喜欢请点赞、关注、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